究竟是怎样的经历会让一个中国女孩惨死在西班牙的荒郊野外呢？当人们发现她时，她身上布满了污渍，下体处还有血迹。更为可怕的是，在她的体内竟然检测出了大量的镇静剂。而警方在办案的过程中，竟在养父的电脑里发现了女孩的不雅照。2013年9月21日晚上10点，一名叫罗萨里奥的女子向当地警署报案称，她的中国养女阿宋塔不见了。她向警方陈述，她于晚上7点左右出门办事，将女儿留在家中做功课。晚上9点半左右回到家时，发现女儿不见了。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警方认为此类案件一般存在2种情况，一是小孩的恶作剧，二是孩子可能遭到了绑架。可就在警方分析情况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报警称，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年龄大概12、13岁左右。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死者正是失踪的阿宋塔，她的尸体就在离小路不远的树林里，距离阿宋塔的家大约3公里。女孩赤着脚，手腕和脚腕上绑着橙色的绳索，她的身上有轻微的伤痕，应该是生前挣扎所致。另外，警方还发现女孩的内裤被扯坏，四处有血迹，由此推断她在生前可能遭受过性侵。警方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奸杀案。然而小树林并不是第一现场，一般来说，只要能在受害者体内发现精液，通常就能够锁定嫌疑人。然而这次的尸检报告却让所有人都倍感意外。阿宋塔的体内没有检测出精液，她下体的伤痕是由硬气摩擦造成的损伤，并非性侵导致的。警方推测凶手或许是个变态的男子，他使用木棍之类的物品对阿宋塔实施了侵犯。不仅如此，在阿宋塔的体内还检测出了大量的镇静剂，而更为离奇的是她的死因。尸检表明阿宋塔死于窒息，可她并不是被绳子勒死的，因为在她的颈部并未发现勒痕。警方第一时间把找到阿宋塔的消息告知了养母罗萨里奥和养父阿方索。在向受害者家属传达噩耗时，他们通常会表达的比较委婉，比如你的女儿生存的可能性不大。至亲听到噩耗后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难以接受，有些人变得呆滞，也有人极为愤怒，宣称要宰了凶手。然而养父阿方索的表现却极为反常，他喃喃自语道，阿宋塔肯定已经死了，我只希望他没有被侵犯。他所说的话仿佛早就知道女儿已经死亡，并且刻意朝着性侵的方向引导。他的反常也成功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调查人员从一开始便觉得阿宋塔的养父母不太对劲。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两人的嫌疑变得更大了。这对夫妻在报案时曾表示，案发当日下午，他们3人在阿方索的小公寓里共进午餐。之后母女2人回到家中，在晚上7点左右，罗萨里奥出门办事，独自驾车前往特奥的乡间别墅，留下阿宋塔一人在家里写作业。晚上9点半左右，他回到家时就发现女儿不见了。然而警方很快便察觉到这段说辞存在诸多漏洞。他们在一家银行外的监控录像中看到罗萨里奥在5点28分时独自离开了阿方索的公寓。6点12分时，他驾车朝着别墅方向驶去。接下来，这辆车子又在一个加油站的监控录像中出现。车子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个少女，很明显，那就是阿宋塔。当警方拿出这些证据时，罗萨里奥立即改口称自己和女儿确实去了特奥的别墅，不过女儿觉得不舒服，自己便把她送回了家。之后他就开车四处去兜风。警方按照罗萨里奥自述的兜风路线，对路边所有的摄像头都进行了检查，根本没有发现他的汽车。当警方再次询问罗萨里奥时，他索性称自己服了药，记忆出现混乱，已经不记得自己去过了哪里。紧接着，警方又对夫妇俩的手机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在6点到9点的关键时间段，两人的手机都无法采集到 GPS 数据。罗萨里奥表示自己的手机没电了，阿方索则解释说自己在家里看书，所以就关机了，并且手机中的通话记录以及信息都被两人删除了。面对狡猾的夫妇俩，警方决定先对他们的别墅进行调查，毕竟阿宋塔的尸体也在距离别墅不远处被发现的。进入别墅后，警察告知罗萨里奥不要触碰房子里的任何物品，
但罗萨里奥称自己要上厕所，随后迅速冲上了2楼。一名警官悄悄地跟了上去，发现他正在卧室的角落里手忙脚乱地翻找垃圾桶中的东西。那是一段绳索，与捆绑阿宋塔的橙色绳索完全一致。9月24日，在阿宋塔的尸体完成尸检之后，立刻被夫妇俩送去火化。当天火葬场里挤满了人，很多新闻媒体都来了。有人询问夫妇2人是否正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有人愤怒地回应道自己认识这家人，坚信他们是清白的，并且痛斥媒体无良。就在这混乱的情况之下，一名警察走了进来，在罗萨里奥耳边说了几句话，随后便将他带出了火葬场。罗萨里奥在葬礼上被逮捕的消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表示难以置信。在他们看来，罗萨里奥向来都是一位模范母亲。然而这样的轰动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不久之后，警方又将模范父亲阿方索给逮捕了。令人不解的是，夫妇2人为何要千里迢迢的领养女儿，在辛苦抚养了10多年后，却又残忍的痛下杀手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将时间回到1990年。彼时的罗萨里奥已经是一位出色的律师，他在圣地亚哥拥有自己的律所。同年，他结识了加利西亚邮报的记者阿方索。尽管阿方索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都不如罗萨里奥，但两人还是陷入了热恋，并于1996年结婚。婚后两人的生活看似像童话故事，但罗萨里奥每天都面对一个难题，他被诊出患有红斑狼疮，这是一种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组织的疾病，这种病可能在怀孕时危及生命。丈夫也清楚这个情况，但在几年后，罗萨里奥的父母表示他们希望成为祖父母，并坚持让他们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夫妇2人就考虑到中国领养一个孩子。西班牙收养中国儿童的历史是从1995年开始的，当时共有100名中国女童被他们的异国父母带回西班牙。从那以后，中国儿童被西班牙家庭收养的数量一直在增长，并于2005年到达了峰值，共有2753个中国儿童被西班牙家庭收养，仅次于美国。对于西班牙家庭而言，要领养一个中国儿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提出申请的家庭通常最少要等上2年以上，时间长的甚至要等7年，并且为此花费的手续费和交通费高达1万欧元以上。但这些条件放在这对精英夫妇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他们是当地不折不扣的贵族。罗萨里奥的父亲弗朗西斯科是著名的法学教授，曾出任法国驻圣地亚哥名誉领事，兼职外交官。母亲玛利亚则是圣地亚哥大学的知名教授。两位老人一直投身于事业当中，直到44岁才拥有了女儿罗萨里奥，并且她还是2老唯一的孩子。从领养机构的角度来看，这对夫妇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完美领养人，不仅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优越，上一代还有着极为出色的影响力。很快他们就正式进入了领养程序，这对夫妇仅用了2年不到的时间就顺利收养了阿宋塔。阿宋塔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一出生就遭到了遗弃，经历一番周折后被送到了贵阳福利院，被收养的时候仅有9个月大。2001年，罗萨里奥和阿方索将不满1周岁的阿宋塔带回了家，自那以后他就成为了这个家的掌上明珠。外祖父母更是对阿宋塔疼爱有加，随着他一天天长大，也到了读书的年纪，他被送到圣地亚哥最好的私立学校就读。作为教育的一部分，阿宋塔学习芭蕾、钢琴还有小提琴，并且每一样都十分出色。养母经常带他参加文化沙龙，外祖父还特意为他请了一位中文家教，教他学习自己的母语，另外还有法语和英语。阿宋塔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永芳。在外人眼中，阿宋塔是个幸运的女孩，她从被遗弃的孤儿一跃成为了精英家庭的掌上明珠。养父母不仅对她宠爱有加，还充分培养她的兴趣爱好。但在2011年时，这个家庭遭遇了一些变故，阿宋塔的外祖母突然离世，紧接着8个月后，她的外祖父也因急症撒手人寰。尽管2位老人已是高龄，但他们的突然离世还是让阿宋塔十分难过。他从小和外祖父母关系亲密，他们的离去对阿宋塔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可未来的生活依旧未对他手下留情，他周围的世界正在逐渐崩塌。2013年，养父阿方索察觉到妻子出轨，
第三者是一名富有的商人，实际上这位商人已经结婚，并且他的妻子当时正怀着孕，但罗萨里奥还是和他陷入了婚外情。在他眼里，丈夫一无是处，因为自从收养了阿宋塔之后，阿方索就辞去了工作，待在家中照料孩子，完全依靠妻子以及岳父母的钱来维持生活。与富商情人相比，丈夫在他眼中简直毫无价值。经过一次激烈的争吵后，夫妇二人选择分居。阿宋塔跟着养母生活，养父阿方索搬出了豪宅，在母女俩附近租下了一套小公寓。按照他的说法是为了离他们近一些，但实际上他还另有目的。2013年6月，罗萨里奥因为红斑狼疮引发的问题住院，随后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阿方索主动提出以后愿意承担起照顾女儿的责任，他唯一的条件是妻子必须结束婚外情。罗萨里奥接受了他的提议，期间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但罗萨里奥并没有离开情人，他只想继续保持现状。那阿宋塔呢？没有人知道他的感受，但在他身上开始发生一系列的怪事。他上音乐课时开始昏昏欲睡，整个人像在梦游一样。他尴尬地向老师解释，父母骗他吃药，母亲在他的饮料里掺了白色粉末，使他昏睡了好几天。老师十分担心，联系了阿宋塔的养父母，他们却解释说女儿有一种过敏症，正在给她吃治疗药物。阿宋塔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几个月，一直到他被杀害。那为什么没有说他的详细被害过程呢？原因是他的养父母从未具体说明。警方在后续的调查中发现，阿方索在整个7月间购买奥拉西泮的数量多达125片。这是一种用于缓解焦虑和催眠的处方药，用于治疗罗萨里奥的抑郁症，但他并没有服用这些药，而是全部到了阿宋塔的体内。法医报告显示，阿宋塔体内有高浓度的奥拉西泮，推测他在死亡前的几小时服用的药量大约是27片。尸检还揭示了更多的内容。阿宋塔在去世前3个月内被大量给药，这些药物残留在他的头发中被检出。另外，警方还发现阿方索的电脑里存着养女的不雅照，照片显示阿宋塔躺在沙发上，穿着渔网袜，化着浓妆，神情和姿势都十分的怪异。阿方索对此解释道，就像男孩子会穿母亲的内衣拍照一样，这很正常。2015年10月，阿宋塔案正式开庭。法庭上，罗萨里奥哭哭啼啼，称自己因为精神问题，记忆力严重衰退。接着，他对所有提问进行敷衍。阿方索采取对抗的姿态，他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父亲。在检方提问时，他要么冷笑，要么咒骂，两个人都拒不认罪。陪审团经过5天的商议，最终判定两人谋杀罪成立，分别判处18年有期徒刑。随后，两人均提出上诉。最高院维持了原判，不过指出罗萨里奥是直接实施谋杀的人，阿方索作为共犯参与其中。罗萨里奥被监禁期间曾多次尝试自杀，5年时间他一共换了3个监狱，每次换监狱都是因为他企图自杀。2020年11月18日，罗萨里奥趁看守不注意，又一次在牢房中自尽。这次救援晚到了一步，他终于成功了。如今阿宋塔案已经过去了11年，他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变成了大家纪念他的圣地，但案件最大的谜团依旧没有解开，那就是作案动机。这也引得各界人士纷纷猜测，有人认为养父阿方索是个恋童癖，他迷恋自己的养女，被妻子发现后出于记恨杀死了他。也有人认为夫妻2人是为了财产，毕竟阿宋塔的外祖父确实给外孙女留下了一大笔钱，一旦阿宋塔死亡，那笔钱便会由他们继承。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关于弃养的，有人认为夫妻2人婚姻出现了问题，但他们都不想继续抚养阿宋塔，最终合伙将他谋害。不知道你更赞同哪种说法呢？